大家好，我是面具人。面具人，我相信在座的观众朋友们有不少是农村户籍的吧？农村朋友们，你们要出大事了！前段时间咱们讲过宅基地要求退出或者确权的事情，对吧？现在呀，连农民的农地也要强制退出了，这个事情的后果非常严重。城里的人呢，你们也别看人家农村人的笑话。你们也别高兴得太早了，城里人、农村人都还有共同的威胁要面对呢，那就是智能校服、智能工牌。这是个什么东西呢？我告诉你们啊，这个玩意儿的威力呀是非同小可的，很厉害。等会儿呢，咱们在节目中再说啊，我一会儿详细的告诉你们。节目最后呀，咱们再来说说，面具人昨天的预言又准了。我昨天是不是说过，比特币接下来再空的可能性不大了？很有可能啊，它是会往下跌一点又空，然后嘞就站稳5万的大关。所以呢，我在我的会员社区、会员群里面啊，也都说过了，昨天非常的关键，不要轻易看空比特币。这个呢，咱们在节目的后半段再说。OK， 节目开始之前呢，新来的观众朋友们，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同时呢，转发面具人的节目到3个平台以上，并且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的观众朋友，就有机会参与抽取本月的大奖 Axie 的鱼类蛋。截止开奖日期还有6天时间，抓紧转发啊。OK， 咱们先来说一说这个耕地承包退出的问题啊，就是说白了，要把你的耕地收上去。农村农业部表示，将指导地方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什么叫做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呢？就是在座的各位，谁同意，谁不同意？不同意的请举手，谁敢举手？党要拿走你的地，还需要尊不尊重你？我就问你们啊，在座的各位，党要你的东西，你敢不给吗？啊？他说的是要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基础上，明确退出承包地农户的主体资格。说白了，就是让你滚蛋。稳步探索建立农户承包地退出机制，同时呢，鼓励有条件的地方稳步探索建立农户承包地有偿退出机制。大家仔细来品一品这个文章啊。这个文章说白了，根本就没有给你们任何的选择余地啊，并不是说你交点钱让你多干几年，没有，现在就是让你走，除了这一条路，你还是走，听懂了没？并且呢，农村农业部已经在全国开始这个事儿了，包括县市区开展了农村承包地退出试点，说白了就是不让农民干了。其实呀，当年邓小平包括赵紫阳、习仲勋搞了好几次土改，因为当时的土地、农地都是国有的，所以呢，农民们的种植积极性并不大。这共产党一看，农民们都不好好种地，这万一以后再搞什么饥荒呀、粮食减产，可就不好了。所以呀，最后党没办法，搞了一个包产到户啊，土地农民承包制，农民们自己可以种地，自己做生意。赚了的钱都是自己的，这一下可好了，调动了大部分农民们的积极性，大家都去种地赚钱了。1978年，邓小平推出的土地承包制，让本来吃不饱的农民个个都做起了农业生意，一下子就拉动了农业产业的发展。1980年呢，习仲勋又搞了包产到户，更是把这个景象推到了高峰。可时至今日，峰回路转，开倒车了。全国性的抢农民地开始了，农民们不用耕地了，滚犊子吧！有人觉得习近平这样做是大逆不道，欺师灭祖，把他爹的政策全部推翻了，这是开倒车呀！但是面具人我却不这么认为。套用台湾人的话来说呢，就是时空环境不同了。习近平这么做有一定的道理，为啥呢？大家来看这个视频。
看完了吧？现在都可以机械耕种了，所以呢，国家强制统一管理，而且效率会更高。那么要农民的用处也就不大了。人民要干活，就必须保持自己不输给机械的效率，才能生存啊。但是呢，在种地这个领域呢，你看普通的农民他也买不起什么高端的机械设备，对吧？那这些农民呢，他就不用去浪费这个土地了，他可以去干点别的啊，把这个地让出来，让党来干，效率更高。那这些农民呢，不干种地了，他也不会日子很好过。他找工作的话，他也必须要保持不输给机械的效率才能生存。所以呢，大家看图，智能校服问世了。穿上智能校服，校园大门安装检测设备，学生进出校门时，保卫室监控大屏就可以自动识别该学生的身份信息，以及显示学生的头像，自动检测区分住校生与走读生、本校生以及外来人员，并语音播报告知门卫学生的身份。不仅如此，通过智能校服确认学生身份，家长、老师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实时收到推送信息。学生进出校门的准确时间，并且呢可以查看该学生进出校门20秒内的实时视频。通过智能校服加人脸加指纹识别，自动计算和自动结算在学校的各种消费，一切都在监控中。家长还能了解到孩子在校期间的每一笔消费明细。智能校服的核心是将芯片植入校服的肩中，可以进行考勤感知等等。智能校服还配套了一款 APP， 在 APP 里面，老师可以在后台批复学生请假，上传相关的通知，以及学生出入校的时间，还有相关视频。家长也可以通过手机应用程序接收查看。也就是说，家长和老师都可以完全的360度的无死角的监控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是完全没有隐私的。这就相当于让你的孩子从小裸奔给各位老师、各位家长看。反正面具人，我是比较尊重我孩子的隐私的，我会让他有自己的空间来发挥自己的想法。但是我不知道中国的父母会怎么想啊？中国的父母恨不得天天他的孩子就在他跟前裸奔，对吧？这些孩子以后呀，干什么事情都要被时时刻刻的监控。这么做呢，有好有坏。好处呢，就是不怕自己的孩子走丢了；坏处呢，就是这个小孩从小就没有隐私。再通过机械化的管教，就会让这个孩子没有生存意识，因为他做什么完完全全都是按照监控、按照指令去行动的。只有按照指令和监控，他才能够存活，他并没有自主能动性。那么适应这种生活的人长大了以后也好管教，他的工作效率呢可能会更高，就相当于一个有血有肉的机械人。所以呢，你们看，共产党都给你们配套想好了，小时候呢穿智能校服，长大了呢带智能工牌。你们看图，智能工牌也出来了，都是全方位的监控，什么上班时间、下班时间，你具体在哪干了什么，全部都给你监控上。那么今天的这些乌托邦景象呢，监控景象呢，我也早在去年给大家都预测过了啊。我早在去年、前年都告诉过你们，有钱的赶紧出国吧，否则呢，你以后在中国呀，你连个人都算不上，你时时刻刻都要被裸奔，都要被监控啊。去年还有很多观众不信我啊，觉得没事儿，没啥大不了的，不会的，早着呢。结果呢，你们看，这才过了1年多的时间，不到1年啊。哎，来看什么智能校服呀、智能工牌呀，360度的监控都给你上来了啊。怎么？我当时告诉过你们，我说去年啊，各个国家的留学生的留学季啊，可能就是你们逃出来的最后机会了啊。你们不信，你们说，哎，以后的机会多得很呢。来，你现在给我说，你能出国不？来，出一个我看看。去年都已经警告过你们了，你们不信面先知的话。来，今年呢？今年你们就蹲在墙内哭吧啊！不信我当时怎么说的，可以翻翻我往期节目啊。所以各位呀，你们以后呀，不想带着电子狗链生存的话，
不想让你的孩子当一个机械人傀儡的话，抓紧当下，抓住任何一个丝毫的机会，抓紧赚钱啊！逮准机会，有机会就出国，知道吗？至少也要转移资产。如果你不转移资产，你的钱现在也被监控了，以后呢肯定是会被变成数字人民币的就是那种键盘一撸，想要多钱就有多钱的，根本就无法世界流通的钱啊。那么说到转移资产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比特币截止我昨天做完节目比特币当时最高的高点涨到了$54,500这个位置。当时面具人根据这个点位给出的分析就是，这次很可能是真突破。它如果出现下跌的话，是诱空，诱使你们去开空。我在我的会员群和会员社区都已经提醒会员了，不要看空不要轻易看空。结果呢，你们看比特币空到了49000，僵持了一会儿，这个庄家们大数据一看空单不多，又向下空到了48000，这一下可好了，空单多了。然后呢，比特币就逗你玩，直接暴拉，从49000拉到了51000，根本就不给你们反应的机会，爆死了很多空军，对吧？所以说呢，看面具人的节目，加面具人的会员还是很有用的。保命保财、出国移民、理财规划，这些我都能给你做，对吧？面具人对政治社会局势的判断绝对是准的各位大陆朋友们，后悔不？我去年前年就告诉过你们，再不卖房子就很难卖了。我去年年中的时候警告过你们一次，留学季赶紧带着自己的孩子出来。9月份又警告过你们一次，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再不出来就来不及了。你们不信，来看一下，现在你能出来吗？你不但出不来，你的房子也卖不掉，你的钱也很难转移。然后呢，数字人民币就在这后面屁股后面就跟火烧一样，火急火燎的加紧推出，你就只能在墙内眼睁睁的盯着你的钱被共产，你的宅基地被搞掉，你的农地被征收，你还咋我告诉你，这个社会它就是一个自然，它是有淘汰机制的。你蠢你笨，你就只能活该任人宰割，对吧？而且呢，这还是在我提醒过你的这个前提下，那你自己再死了被割了，你活该，真的罪该万死呀！不信的来翻翻我去年的节目面具人我从来不跟那些什么大神呀、那个大人呀他昨天明明是说的跌，然后第二天涨了，他第二天出节目说看我昨天说的是涨，完全就是在那骗新观众呢。我的节目我说的话你们可以在往期都去翻一翻，能找到我的原话的，知道不？咱不是那种江湖骗子机会不多，人这一辈子的机会都没有几个，有些机会错过了，那你可能就是掉入的是万劫不复的下场就像面具人昨天介绍的那个 Synergy of Sarah 那个宝箱已经全部都卖完了，今天卖完的我带会员们入场都已经是3个月前的事儿了。那这个游戏的制作素质非常的高，你看面具人一个节目就能让他的宝箱全部卖完只要是买到这种精致的游戏的预售宝箱，只要这个游戏的质量没问题，那肯定是稳稳赚钱的。大家可以看一看当时的 Axie 的土地宝箱，之前卖的便宜的要死最便宜的几百块钱，对吧？可是你看现在 Axie 的土地至少都是10几个以太坊甚至都是几十个上百个以太坊，都是天价。塞拉的这个宝箱这个项目错过了没关系，面具人我手里还有项目呢，都是优质的游戏你信不信面具人我就告诉你，面具人看游戏的眼光绝对是杠杠的。你们看看我挖掘的 Axie 猛不猛？
直接成了这个 GameFi NFT 游戏的头部王牌，而且呢，现在也成了第3大盘了。GameFi 的游戏 NFT 游戏的币的涨跌，全部都要看 AXS 的脸色，全部都要看 Axie 的脸色。同样呢，我前天昨天推的塞拉也是一样的，也是非常王牌的项目，而且还有我接下来要推的项目都一样啊。有入场机会的话，我都会提前通知我的会员的，我会在群里面和那个会员社区里面公布一些消息的。说远了啊，我们继续来聊比特币啊。我现在要说重点内容了啊，大家仔细观察，比特币现在啊在涨，而其他的币呢反而跌了。你看，比特币站稳5万美金大关了，其他的币呢又跌了不少。那面具人，我告诉你们啊，这就是一波完美的庄家预判了你的预判。很多人都会觉得，哎呀，其他的币跟大盘呀，对不对？比特币涨了，所以呢 ，Cake、狗狗币、Banana 这些币呢，也都应该会涨，加仓追涨，它一定会涨，做多。然后呢，就被杀多了啊，这些币没涨，空了下去。不过无所谓啊，你们只要看准大趋势就行了，相信这个市场就够了。昨天我已经说过了，不要频繁交易，要有一定的抗压能力。OK， 那我再来告诉你们，接下来的剧本就是比特币爆完空了以后，其他币爆完多了以后呢，然后呢就可以直接开始突击了，根本就不给你上车的机会，嘟嘟嘟嘟就上去了。这次比特币涨了，可是哎呀，我的口水呛住我了。这次比特币涨了，其他的币呢反而不涨，就印证了庄家和市场都已经有他们自己的逻辑了。那接下来很可能会出现狂风暴雨般的其他的币爆多，比特币爆空。这是面具人我的预判啊，至少呢，昨天我的判断也印证了。今天已经实现了，对吧？我说比特币是诱空，它很难空下去了，它一定会在5万以上有动作。来，你们今天看，比特币上5万1了，对吧？而且它还很难下去。昨天做空的人，惨呀！我估计你们的空单很难解套了。那面具人，我今天再给你们预判一下啊，那就是比特币爆完空了以后，其他的币爆完多了以后，就会直线的上拉，而且呢，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涨幅，这个涨幅会快到让你根本反应不过来，来不及上车。那事情的结果会不会如我所料呢？ We will see 我今天的这个预判能否印证，我们接下来就能知道了，走着瞧。那好，如果各位有想要了解最新的一手项目的，以及和面具人我交流币圈经验操作思路，还有一些移民呀、出国呀、理财呀、社会议题等等等等相关话题的，请看这是我的 LINE ID Maskman996，添加我办理会员入群手续。OK， 剩下的话呢，我们群里面再说，群里再见，拜拜，祝你好运。